你有没有想过，当你踏入新加坡樟宜机场的时候，就已经被盯上了？没错，这座被誉为全球最佳机场之一的地方，背后隐藏着一套精密的边境管理系统。近日，新加坡移民局 ICA 公布最新数据，去年有3.3万名游客被请进了机场，小黑屋同比增加了16%。那么，小黑屋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？今天我们将一探究竟。你知道吗？当你走到检查台之前，新加坡的国家通关系统 NCC 早已给你打好了风险标签。这是一套将科技运用到极致的系统，它结合生物识别技术、大数据分析，对每一位即将入境的旅客进行风险评估。大数据会拥有你出入境新加坡的所有历史记录，结合面部识别提前把你认出来，省掉大部分了盘查的流程，提升正常旅客通关的体验。除了精准识人，这套系统对护照的识别也无可挑剔。除了护照的有效性检测，护照其余边边角角的异常也都能被敏锐捕捉到。2024年，通过护照识别技术，发现了61起使用欺诈性护照或冒用身份的案件。在 NCC 系统面前，假护照可谓是无处遁形。当科技无法100%判断时，新加坡的 ICA 官员如何接手？训练有素的鹰眼技能揭示出人类与科技默契合作的秘密。ICA 官员靠着培训出来的敏锐度，搭配手持的移动平板，能够进行2次排查。ICA 官员分享了一个案例，系统识别出一名旅客护照页面异常后，官员对其进行了面谈。该旅客在交谈中表现得极不合作，甚至情绪崩溃。基于这些可疑迹象，官员彻底检查了其行李，结果发现了原始身份证件，从而证实该旅客试图冒用身份入境。小黑屋听起来像都市传说，但对于某些旅客来说，真的是一段难忘的回忆。那谁会被选中呢？我们一起来看 ICA 的筛查逻辑。有极大概率进小黑屋的，首先是那些构成安全和移民风险的人员，包括非法劳工、逾期居留者以及被认为有潜在犯罪倾向的人员。此前有一位旅游博主称受邀来新加坡探店，这种出行的性质已经不属于旅游，而属于务工，需要工作准证，但没有准备充分，结果被 ICA 请进小黑屋了。还有一名旅客在入境时因为穿着太过暴露，被误认为是从事某种特殊职业的，结果当场就被拒绝入境。这些人被认为对新加坡的社会安全和移民系统构成风险，因此会审核得更严格。ICA 不仅负责核查入境者身份，也承担打击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的职责。法律规定，任何携带超过2万新元现金出入境的新加坡旅客都必须申报。此前 ，ICA 官员曾查获一名旅客携带9万新元现金却未申报，该旅客辩解说，钱是用于医疗费，因与家人分开携带而误以为无需申报。需要强调的是，携带大额现金入境务必主动申报，否则可能导致被拒绝入境。所以入境新加坡，请一定要诚实，否则会很麻烦。国土面积仅700多平方公里的新加坡，边境管理体系为何如此严密？ ICA 官员给出了答案，在安全与服务之间找到平衡点，专业镇定之下，展现的是对每一位旅客的尊重。一个小国家风控却如此严格，背后是一种怎样的国家理念？最后，让我们总结一下新加坡樟宜机场模式的终极秘诀。新加坡的边境管理不只是守护一座机场，更是守护每一个踏上新加坡土地的人。正如 ICA 所言，愿所爱之人皆有安心归处。如果你也想了解更多关于新加坡的机场科技或奇闻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，还有打开小铃铛。还想了解更多可以留言哦。